去年2022年年底 ，ChatGPT 实时聊天机器人开始火了起来，原因在于令人惊艳的超强问答能力。今天阿象也来蹭一下热度，我们来使用它配合目前热门的 AI 绘图制作一个绘本故事，并且使用其他人工智能的工具。就算你没有任何基础，也可以从零到完成一部儿童绘本影片。OK， 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先到 ChatGPT 的网页，点击试用按钮，账号可以点击注册，并使用自己的 Google 或微软账号登录，就会来到 ChatGPT 的交谈界面。你输入的问题 ，ChatGPT 都能很流畅的回答。现在我打算请 ChatGPT 帮我构思一个儿童绘本故事情节，主角是一个叫做艾玛的小女生。于是 ChatGPT 就帮我想出了一个有趣的点子。所以你在看完 ChatGPT 回答的文字后，可以根据上面的想法再做修改，那也可以请 ChatGPT 去修改。最后修改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请他把故事那些细节完整描述出来。那它只是辅助你做一些点子的发想跟细节描述，当然也需要你去做一些文字的修改或润饰。当然有时候 ChatGPT 会因为网络伺服器太多人用而会中断，那在这边你可以打请继续完整描述，或是请继续说完，它就会接着说下去。好，现在我们透过 ChatGPT 得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接下来就是要用 AI 绘图工具将它图像化。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请 ChatGPT 给我一些有关 AI 绘图容易理解的一些提示，例如场景的描述、人物的描述、外观，以及你可以想象整个画面长什么样子， ChatGPT 都可以帮我们描述出来。因为现在热门使用的 AI 绘图工具如 Midjourney 或是 Playground AI 都是用英文来做提示，所以我们要请 ChatGPT 帮我们把提示翻译成英文列出来。接下来我们到 Playground 网站来，用这提示做图看看能不能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可以用 Google 账号注册，点击进去后，就是 Playground 绘图生成的一个界面，主要分3个部分，左边的功能选项，中间是绘图生成的结果呈现，右边是图的规格的调整。先看左边有提示文字生图输入的地方，下方 Remove from Image 是要排除的一些关键字，譬如重叠的影像或排除有文字的图之类，就是把你所有觉得不好的或是不想在这图里面呈现的都尽量输入。如果要输入的话，这个网站都要用英文输入。接下来的 Filter 是 Playground 的滤镜功能，一般都是用文字打出来，它直接视觉化，让你可以直接看到呈现的效果。在下方的 Image to Image 就是用原本的图去做变化。右边的话，第一个是 AI 绘图引擎版本，下方是图的尺寸大小选择，在下方是提示的精准度调整，再下来的选项是图的品质跟细节的多寡。这个部分的话，试用版只能调到50，再上去就要付费，不过试用版就已经够用了。而 C 值主要是用来控制随机数，因为绘图产生的图像不能保持一样，所以每张图会有一组随机数，来保持下一张生成图片和原本图尽量接近。接下来就是一次生成的图片数量最多4张。那我们来试试 ChatGPT 给我们的提示文字产生出来的图像结果如何。滤镜的话，我选择 Lush Illumination 所生成的图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找一张图片加入后，生成的图就会变成这样。另外它还有一个特别的遮罩功能，在生成的图上面，如果你想做一个颜色上的改变或者是光线上的变化，可以在旁边输入文字，譬如 Make it to blue 或是 Make it at night， 或是图中有一小块想要消除或是改变的话，可以用局部遮罩的笔刷涂在画面想要去除的地方就可以了。整体来说 Playground 所算出来的图跟自己预想图像与细节会不太一样，要算到自己想要的图要非常有耐心的去试，但是它的遮罩微调、编辑原图功能还是蛮不错的。接下来我们来用用看 Midjourney。Midjourney 它是透过 Discord 的通讯平台来传送算好的图，所以如果没有 Discord 的账号，要先注册一个，然后登入后点击左边 Midjourney 的伺服器，然后点任何一个 Newbies。在新手频道里，你会看到很多人也在上面生成图，上面的提示文字都是用英文。如果不擅长用英文来做提示的话，你可以用 Google 翻译成英文，然后在 Discord 下方的对话输入栏输入斜线 Imagine， 然后贴上就可以了。
目前新注册用户可以免费算25张的图片，超出这个数量就要考虑用他们的付费订阅方案了。Midjourney 的算图速度还蛮快的，大约1分钟就可以算好4张图片，产生的画作也非常的精致细腻哦。目前网络上也有许多利用 AI 运算出精致的图像的网站，而这也成为当今网络热门。网络上有许多这方面的教学与资源，例如 Prompt Hero 这个网站就收集了许多 AI 生成的图片，把图片点开，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所用到的题词。另外，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工具叫做 Replicate， 如果你手上有 AI 图片，但是不知道它的题词是什么，你可以把图片上传到这个网站后，经过1-2分钟的分析，网站就会把它可能的题词全部列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翻译成中文，好好研究研究，来提升自己题词的技巧啦。如果你有订阅 Midjourney 的付费方案，你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将题词传送给你的客服机器人，这样就不用在公开的伺服器跟大家挤成一团。题词的开头同样是斜线 Imagine， 然后把拷贝的句子贴上，在句子后面可以加上知名的动画风格，例如皮克斯和吉卜力等不同的工作室。那这次就不做特别的指定的动画风格，只写数位艺术，然后送出讯息。不久后，我们就可以得到4张算好的图片。你会发现在画作底下有2排按钮，里面1到4的数字，代表的是图片的顺序。如果你比较中意哪一张的构图画风，还有想尝试做一些变化，你可以按下 V 按钮代表变异。Midjourney 会根据这张影像，另外生成4张带有些微差异的图片。至于 U 按钮所代表的放大影像尺寸，除此之外 Midjourney 也会加入更多的作品细节。算好后，可以按滑鼠右键储存到电脑。Midjourney 还可以透过斜线 Settings 指令来叫出更多设定，例如有一个叫做 Niji 模式，可以生成2次元风格的图像。有需要的话，你还可以启用提升画质的功能，这样可以生成更多细节。那我用同一组关键字来进行算图，产生出来的图长这样。另外还有2个模式也可以算图出来，看看会是什么模样。OK。Midjourney 除了能接受文字题词之外，它还可以使用图片来作为 AI 绘图的素材。这里我上传了一张欧洲小女孩的图片，然后把这张图片点开，再利用右键选单，把网址拷贝起来，然后在输入题词时，先把网址贴上，后面再继续其他的提示文字，这样算出来的女主角图片就会加入了欧洲小女孩的元素了。那 Midjourney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叫做 Remix 混合，当我们把这个功能启用后，你就可以从之前算好的作品中挑选一张图片，就会跳出一个对话框。当我们修改这张图片的题词，就会产生一些变化。OK， 如果想要让同一个角色出现在前后连贯的故事情节中，可以借由一些小技巧来达成类似的效果。那我们把之前的题词先贴到聊天栏，句子的后面我输入2条横线 AR3:2， 这样代表这张图片采用3:2的长宽比，然后题词送出。图片算好后，我们可以从中挑选一张自己较中意的，点击 Upscale 来将它放大。下一步，我们要取得图片的 C 值，取得某张图片的 C 值，我们可以到右上角点击表情符号来搜寻信封图案，按送出， Midjourney 就会回传此画作的 ID 编号和 C 值。那我们来做个测试。我把先前的题词再次贴到讯息栏内，但是里面加一句话 Emma 躺在床上，然后再把刚才取得的 C 贴在最后面，就可以算出一张像这样子的图片哦。OK， 后面绘本所需要的插图，基本上我就采用这个方式来算出想要的图案。另外我要介绍一个可以让单调的图片动起来的 AI 工具。首先注册 Laypix， 登入后可以在左侧点击 Upload 上传图片，汇入后点编辑就会出现动画设定的选项，由上至下依序是第一个可以调整动画的时间长度，第二个则是可以选择摆动方向，第三个是摆动的频率，第四个是摆动的支点，是远或近。再来 Depth Map 是可以做前后景遮罩的编辑，
设定好之后，就可以按 Share 选择要发布到社群媒体，或是下载到电脑。在图片素材准备齐全后，我们就可以用 Clipchamp 这个免费工具，将所有插图转成一个包含配乐和旁白的影片。这里我用4张插图示范一下 Clipchamp 的基本操作。首先，利用插图右下角的加号按钮，把影片素材依序插入到影片的时间轴。每张图片的播放秒数预设是5秒，不过可以利用边框拖移来调整。每个片段的长度点击，时间轴空白处出现垃圾桶的图示，可以删除多余的空隙。这边我打算将绘本封面加上一个文字标题，可以到左栏打开文字面板，这里有许多现成的标题动画，然后把这个标题拉到时间轴。至于文字的部分，我们可以到右边做个编辑。如果觉得只是静态的图片，播放起来似乎有些单调，可以到右侧打开滤镜面板，里面有许多色调与特效模板。Clipchamp 与其他剪辑工具相比，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结合了微软的语音技术，能将文字转换成语音与字幕，而且有相当多种类的中文可以挑选。你可以先在下方输入文字，然后试听再做调整，语音速度的快慢跟语音的音调等确认 OK 后，再输入正确的文字，然后保存到媒体。这次我就选择台湾的中文发音来作为影片的声音，生成音讯档后，可以从媒体库拉到时间轴。如果句子听起来没有精确对应到上面的插图，可以利用键盘的 S 把影片切割开来，将语音的位置做一些微调，这样子整体的速度和节奏就正常咯。再来，字幕的部分，这里的设定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按下开启按钮，稍待片刻后，底下就会自动产生中文的字幕。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键盘 S 将旁白切割，来符合影片的片段。最后，我们来为这个动画加上一个简单的配乐。目前在网络上有许多 AI 作曲的工具，其中一个较知名的网站叫做 AIVA， 它可以让我们免费享受 AI 作曲的体验。登入 AIVA 网站的主界面后，到右上角点击建立作曲，再点击 Preset Style 的按钮，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音乐的风格，像是摇滚、流行和爵士等。选好一个风格后，我们可以另外指定乐器的组合以及曲子的长度，最后再按下建立，就可以来试听由 AI 写的音乐作品。而如果满意的话，点击右侧的按钮，就可以把它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了哦。OK， 那做好的曲子，我们可以把它上传到 Clipchamp， 再拉到底下的时间轴，最后按下绘出，选择1080的解析度，于是我们就完成了由你与 AI 共同创作的儿童绘本作品了哦。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作品。艾玛是想象力丰富的小女孩，每晚在入睡前都会看到一只橘色的猫出现在窗台边。有天鼓起勇气和猫谈起了话，发现是一只很有趣的魔法猫。猫告诉艾玛，它名字叫罗伯特，来自吵得要命魔法森林。它需要艾玛的帮助，因为几天前有一个从异世界来的怪兽占领了魔法森林。它需要艾玛的智慧，一起去寻找解救魔法森林的解方。艾玛很兴奋，于是她和猫一起进入了吵得要命魔法森林，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冒险。在魔法森林里，艾玛和罗伯特经历了许多挑战。他们遇到了各种怪兽，包括一群邪恶的狼群，以及一群可怕的蜘蛛。最后在一个山洞前遇到一只巨大无比的熊。但是艾玛和罗伯特一直坚持不放弃，并打败了所有邪恶的动物。最终艾玛和罗伯特在山洞的深处找到了一颗发出特殊亮光的宝石，并用它的魔法与艾玛的智慧把怪兽缩小，关在玻璃罐里。因此魔法森林得到了重生，花朵盛开，所有的小动物都出来为艾玛和罗伯特欢呼。从此吵得要命魔法森林因为艾玛和罗伯特变成了开心的要命魔法森林。